其实没谈过恋爱的人跟谈过恋爱的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亲密关系里像一个谱系一样，是一步步成长过来的。初恋是最让你成长的，它让你看到爱情的最初的样子，让你看到在镜像自我里我要的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它的成长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我怎么去建构一个我们的关系，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挑战的。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爱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有爱？为什么会有婚姻呢？为什么动物没有爱情，只有人才有？为什么要先谈恋爱再结婚呢？我想搞明白这个恋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里面好多难题啊。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情况跟我一样的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用因为这个觉得不自信或者自卑。希望能够通过节目开始一段美好的初恋。我应该试着敞开自己，不应该再这么封闭。外界推动吧，要是真的没有人管我，就很难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勇敢一点。希望可以在里面谈到恋爱，然后交到很多好朋友。平时工作很忙，所以我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哎呀，这个节目真的就很适合我。上微博热搜那天，我所有的朋友艾特我，然后快点让我去报名，然后我说好的，我去报名。尝试打开我自己，学习一下怎么恋爱，或者是观察一下我自己吧。通过这次经历，我想知道什么是爱。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优酷独家播出的《没谈过恋爱的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聪。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不是所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去谈恋爱的。所以，我们的这档节目《没谈过恋爱的我》首次关注到第一次恋爱的开启，也就是初恋的成长。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小伙伴呢，也会作为我们的初恋猜心团陪伴大家一整季。所以我们先让各位团员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钟楚曦，很开心可以来到现场，成为这个猜心团成员。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菊，我是抱着对于大家的好奇，没有同时见过这么多没谈过恋爱的人，还是挺好奇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潇闻。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好玩的事儿，然后坐在这里。对，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何广智。然后同时呢，我也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哦。因为我平时也是在生活中比较孤单，没有遇到过同类。今天来看一看，寻找自己来了，寻找怎么生活的，寻找同类来了。我看他们都是怎么生活的。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呢是关于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所以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今天来做这个猜心，可能更多的不是猜，我可能是分析，然后去理他们背后的逻辑。就特别期待我们猜心团之间的化学反应啊！其实说到我们的这档节目，因为关注的是这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年轻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调查报告，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广智，你不是一个人。我被震惊到了，原来是。他说他在生活当中好像没有遇到特别多的同类。我想先问问我们猜心团的各位成员，就是你们身边这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多吗？超级多。我平时的生活中是被这一群人包围的一个状态，我身边的几个就很亲近的工作人员，对，是工作人员。我真的打电话给他们报名了。这个名额啊，你看广智，你是不是偷偷去报名了没报上？对，你说实话吧。没选上，没选上。你都不知道竞争有多激烈。
在我们看他们是否能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开启自己初恋故事之前，我也想先请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没谈过恋爱这个定义应该怎么去下？应该是双向奔赴吧，真的是我们要确定开启一段关系才算是谈恋爱。我觉得2个人单独心里默许还不算，要可以官宣，要向别人去承认的这个关系，就是觉得也算一种社会关系吧，就告诉别人你们2个人是一对了，我觉得这才叫谈恋爱。就双向奔赴，2个人都会在这个关系里面收获到幸福感才算。我也是说那个事儿，就是心里默许的都不算。你自己默许过吗？我暗恋过，但是暗恋过了，暗恋过很多。因为如果暗恋也算的话，我倒是谈过好多，暗恋过很多。哎，其实我觉得你们各位都讲得特别好，基本上把这个要素都讲出来了。第一个，首先得双向奔赴嘛，一方肯定不算。第二个，至少要有个承诺机制，官宣其实就是个承诺机制。其实大家对于什么叫开始恋爱，其实还是有比较共性的认识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来看一看我们这一群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在这儿开启他们的恋爱故事。好期待呀！外形很阳光，我很帅，好帅，好帅。对啊，很帅。我叫毛人龙，今年22岁，现在是在读的一个大3学生，然后我的专业是法学。那我觉得能遇到的女孩肯定都比我优秀吧。本来女孩就比较光鲜亮眼，更会让我感觉自惭形秽呀。碰到比自己优秀的人，都会有一点点的自卑在里面吧。我不是很爱自己，因为我不知道该爱自己的哪一个点。对自己不自信的，我自己就很难去真的因为某些事情而去成长，可能我还是需要外部的压力去迫使我去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男生，更好的自己。对着镜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杨硕成，我的名字叫杨硕成，我叫杨硕成，25岁。我是一名，不对，我是一名我叫杨硕成，今年25岁，来自西澳利物浦大学。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自然、很傻乎乎的，就那种，也不是傻乎乎的，就是那种，就是头脑不是很灵光那种。那日子还能过吗？不是，那他找了谁？那个女生看到这一段得多么的不高兴啊！就证明你觉得我不灵光。因为我就不灵活，我找个太灵活的，显得我跟白痴一样。没有了。希望你们随身背着我的过敏药，万一吃过敏了，记得把我送医院。然后我的过敏药是凯瑞坦的氯雷他定，是一定要是绿盒的那个。那我要是强行吃海鲜忍不住嘴的时候，记得把我的筷子收走。哦，也没了吧？我还好奇的点是，我跟嘉宾比起来，我是不是最小的？我是不是最高的？我是不是最胖的？我是不是看着最壮的？他其实话不少。我叫罗志阳，大学学的是服装表演专业，曾经因为我的梦想呢，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然后呢，我现在呢是一名画室的老师。马上就要开始旅程了，我想问的是，我们每天能吃饱饭吗？其他人奇不奇怪？就是不像我，就是不奇怪。我确实没有遇到过喜欢或者说灵魂伴侣的人，就是有则有，无则无。他还蛮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感觉。对，他不争不抢的那种。
我就是个大宅男，如果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我几乎就不社交。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应该试着敞开自己，我把这个看成一场冒险。对。我们来听听各位女生刚刚的3个男生里面，你们对谁印象比较深？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可爱，但是我又不那么喜欢的点。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初恋的时候犯过很多错误，我预期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他们身上会看到。就我觉得爱情需要神秘感的，你啥都唠完了，那别人咋就不想了解你了？还有这种就特别随缘的，就爱情不是只能等来的，不是都只能靠别人主动来。这还有第一个男生对自己不自信的，觉得配不上，我以前也有过，就觉得说这个男的哪儿都好，可能我自己平时受到的肯定太少了，不觉得自己优秀。3位男性都对自己好像这种在恋爱上的优势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吧？那当他觉得我就不行的时候，他就不会主动，这样子他就会成为更多的单身。他们特别坦诚啊，特别可爱，然后很愿意把自己真实的东西表现出，特别是杨烁晨，对，都很愿意面对自我。所以你也能看到这个背后，对爱情的模式的想象。但是他们不一定在喜欢的人面前坦诚，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对，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有一些掩饰或者有一些表现。那我们看看他们会不会接下来就出现这一幕，好不好？哇，他们是要一个一个见面是吗？哦，好美哦，这个岛。这里风景真棒。这种地方就很适合谈恋爱啊，就是很浪漫，氛围已经拉满了。好像相亲啊，像面试一样，怎么？同样颜色的小车，在一块儿，你看。大家好，我叫蔡瑞，是在互联网工作。因为太难遇到了，然后工作之后可能工作圈子又比较小，就感觉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然后可能就是我比较能够代表大部分女生。我理解中的综艺可能会选一些，比如说已经有一些粉丝，然后或者说有经纪公司，不是像我这样的，就是为生活奋斗啊，然后每天工作，对，就是打工人，对。Hello， 坐吧。Ice in my veins, I'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 Years in this lane, there's no stopping this flame. Cause I came to the game and I changed it to play how I like, rearranged it to my own domain. Yeah, I got what it takes, made lots of mistakes, taking shots, skipping breaks, feeling lost, feeling great, popping off, singing straight, never stop, never change. All the squad here to play, and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Yeah. I work hard each and every day. 初恋脸有没有？我
叫许文婷，今年24岁，现在是研一在读。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谈过恋爱。我发现，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有爱的家庭里面，所以就是我对另一半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要求比较高。我理想中的初恋，它可能会像一本书，随着时间去了解它，你会发现它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一面。然后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干净一点、有少年气感的男生，穿着白衬衫，身上有洗衣液的清香，这种感觉也是会让我非常心动的那一种。哇哦！他们主要就是觉得我的要求太高呗。我感觉我自己就只是凭感觉，就我希望那个人和我的感觉对了，然后他们就说这种感觉是最难的，所以你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Hello。我看。你叫吴志阳。我叫许文婷。你好。Hello。那就请坐。妈呀。所以先喝口水，战术喝水。Hello， 我叫曹烨，今年24岁，大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目前正在准备考研，然后我的恋爱经验是0。长得好看啊！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女孩就是该自信啊。我觉得我自己没谈过恋爱，就是因为我太优秀了，没有人配得上我。没有开玩笑，就我觉得我是有点过分追求浪漫了。比如说，我希望我跟他的第一次约会有一个很大场面的惊喜的那种，整栋楼那么大的 LED 屏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地上摆着蜡烛、摆着玫瑰的那种，向全世界宣告我喜欢你。Hello， 你好。Hello。你好，我叫曹烨。你好，我叫杨硕成。我很想看这对，就是特别的互补。是哦，他俩对，他俩反差很大。看谁先开口？你们看谁先开口？你在哪儿读大学？我在美国读的大学。那我大学在广州读的。先说一下你们就是你学校就是学的一些东西，学的什么专业？国际经贸。原来跟我们专业一样，大家聊点专业相关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其实我觉得国际商务专业它就是这个也不是悟性吧，就是你这个想法很重要。因为我做了一段时间那个跨境电商的实习嘛。这个时间段就这方面的就是公司啊什么的行业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因为通货膨胀嘛，然后海运价格、运费价格上涨了，所以说它成本就上涨了，然后国外的报价也没有涨。是你要口算嘛，就是你要做这种外贸相关的工作，你其实来不及，人家外国厂商过来了。感觉他表达欲爆棚，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如果要是多去实习一段的话，你会喜欢上这个专业的，真挺有趣的。哎呀，让我想想，就是应该都可以问吧。所以你是哪里人？我是四川人。四川。对，四川的。所以那你会说四川话吗？我不怎么会，确实。所以你已经工作了，你在哪边工作？上海。对，我在上海。所以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是服务表专业的。但是我现在在画室里面工作。是画素描还是漫画？素描，就是还偏当代艺术一些。
就是主要是我确实是没有休息好，否则我不会那么尬的。是吗？那你平时是什么性格？我是很被动的人，我就是记性非常差的一个人。就我和别人社交的话，我的能量就噔，就又懒又宅，然后爱看动漫，然后又慢热，然后又社恐，对。把自己的缺点全部说出来。就我可能是节目里面最不可控的一个人。真的吗？你这么定义自己的，那我还蛮幸运的。你上来遇到一个最特别的人，是吧？哇，这女生情商很高。就我之前一直觉得我的人生观就是，你就把你的人生当游戏一样。对，我也当成是一场冒险。哎，对，一场冒险。冒险，对。达成共识。不说话，快说话呀！会觉得尴尬吗？不说话的话。现在还好，那就行。我怕不说话你尴尬了。不会。那就行。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自我介绍？我忘记这茬。哦，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想起来了。我先说吧，我姓毛，然后叫毛人龙，人民的人。好。然后那个龙你知道吧？生肖那个龙。知道。名字很好记吧？你有什么昵称吗？叫毛毛就行。毛毛。好。我叫蔡瑞。对，然后我是在在新加坡上的学，我是读计算机的。哇。对。然后回国来工作了。一个新加坡，一个计算机，把我吓到了。没有。来握个手吧。握手，你好，初见。没有话题了，好可爱，聊一边握个手吧。你说是其他人聊天的时候这么尬呢，还是只有我们尬呢？待会儿等他们到了，我一定要问一下。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尴尬吧？没有水了。你要做这种外贸相关的工作，你还要去跟人家说话交流，然后还不给你这一单，你还要追着屁股跟人家去说好的，就是要讨好人家。所以你这么外向是因为对，就是因为我工作嘛，工作要求我就必须我要外向。原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喜欢说话，但是有的时候也很怂。你别看我现在，就是也很怂的。你看着一点都不怂啊。就是你让我去玩那种高空项目，我就很怂。你不敢。玩过山车我就害怕。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刺激，我就是进游乐场直奔过山车的人。其实我很想去蹦极，你也不敢。可以体验一下。你跟我说，我会说不去，但是实际上还挺想去的。你可以去玩海上那种冲浪啥的。我怕水。他又怕水。我很喜欢去玩那些水上那种，骑个快艇，嘟就走了。天哪！我觉得通过这段时间相处，你会爱上外贸这个工作的。我会不停的给你安利。打咩？就是打咩是什么意思啊？打咩是啥？你上网吗？那个我的语言。漏。Stop。
漏你也不知道。漏是什么意思？就不要。不要。你上网吗？你不上网，不冲浪。这段动作可爱。打咩你不知道也就算了，我听着答辩了，漏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行，我现在满脑子就是可云的那个表情包，你知道吗？可云是什么？好的，大爷。现在救我啊！现在救我奶奶都知道可云是谁。你不知道可云？可云是谁？情深深雨蒙蒙，你知道吗？我看过。他太逗了，他怎么这么逗啊？你说你一个韩国欧巴的外形，然后有一个中国四合院大爷的内核。四合院大爷的这个总结非常的精准。我就喜欢做生意。好的，老师。要不我们好 ，OK， 可以。走。真不浪费啊！最后一口水也要喝掉。要不然你的水我也喝完，算了，浪费着吧。浪费着吧，走。走吧。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哦呦天哪！我们来听听各位，您刚才几个男生里面，就是杨烁晨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存在。他可能是这3个男生里面话最多的，表达欲最强的。就这样的男生，你第一次见面，你会对他产生好感，还是说觉得话太多了？就是可能在自己的一个自说自话的一个状态中，我觉得也要多关注对方的一个反应。就是对方是否愿意聊下去，你要给彼此一些空间。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男生，我可能理解他，可能我从业比较久，但是你可能就没我久。我跟你讲一些东西，看你是否会爱上这个职业。而且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互怼的模式了，哎，挺熟的了，觉得。对，我觉得就是还可以往下聊。我是觉得像罗志阳这样的，就是我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之前，我最好先把我的缺点告诉你，很真实，很坦诚。但实际上，在两性关系里，你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跟你匹配的那个人也就不得不显得很低了。所以他不讨巧。对，其实我觉得爱情它是需要自我暴露的，但是它自我暴露的一个 timing 很重要。哎，它不能在一开始就自我暴露，你要先吸引对方过来呀。对，那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来看看后面有没有改善。